大家好，我是对对，今天我们来做自制发酵黄油。故事的开始是冬天到了，我想喝一碗香醇浓厚的酥油茶。虽然没有牦牛奶，但是藏式酥油的制作工艺和发酵黄油差不多。那我们就从发酵黄油开始做起吧。黄油其实也就是牛奶中的油脂，我这里准备了500毫升，脂肪含量为35%的重奶油，出品率会比较高，打发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。微微发酵后的黄油味道更加浓郁，你可以选择用白脱牛奶来发酵，也可以像我一样用原味酸奶，这2样东西都带有活性的乳酸菌。2勺酸奶加到奶油中，搅拌一下。然后用干净的厨房布盖住，在室温下放置1到2天。我家的室温是21摄氏度左右，要是冬天的话，记得放在比较温暖的地方。24小时后，奶油结了一层奶皮，然后有些微微的结块，变得更加粘稠。如果家里温度高，打发前记得把奶油放到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。用搅拌器或者除湿机开始打发。先是出现平时打奶油一样的纹路和细腻的质地，然后接着打，就会出现了微微的颗粒感。换成高速，再继续打几分钟。你看，液体和固态的油脂就已经完全分离出来了。把这里的液体过滤出来，就是自制的白脱牛奶了。微微有点发酵的，像牛奶般的质感，用来腌鸡肉、做炸鸡，或者是做美式松饼都非常棒。密封放在冰箱里，可以保存1到2个星期。分离出来的油脂就是平时吃的黄油了。把黄油放到冰水里，不断的挤压，清洗掉多余的白脱牛奶，以便延长保质期。换水清洗几次，直到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沥干水分，把黄油取出来整整形。我今天做的是无盐的黄油，要是做有盐黄油的话，可以在这一步加1小勺盐，混合均匀。刚刚做好的黄油还很软，放到冰箱里一会儿就凝固一些，更容易操作。忍不住先烤一片新鲜的夏巴塔面包，凉凉的黄油在温热的面包上融化，闻起来是浓郁复杂的奶香味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发酵黄油也做好了，那下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讲怎么做一碗咸香浓郁的藏式酥油茶吧。谢谢观看，请你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。我是对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